英国人这回啊，可真是活不撒现世呀，帮了咱们大忙了。这李正英前脚刚被判了20年，牢底坐穿，英国政府后脚就急吼吼的宣布啊，要大收香港人，门槛降到脚脖子。表面上他们说是给这个乱港分子啊留后路，显得特别有情义。但实际上呢，咱们国内的网友都笑疯了呀！大家是奔走相告啊，这哪是移民政策呀？这分明是英国自费帮香港清理垃圾啊！既能把那些心怀鬼胎不想待在香港的人给送走，还能顺便给英国那个破败的经济填坑。今天啊，咱们就来扒一扒英国这招废品回收的如意算盘。2月9号，香港那边传来一声惊雷，就是那个祸乱香港多年的毒瘤头子啊，黎智英终于判了呀，整整20年啊！那这个事儿咱们就不用多费口舌了，因为我前天专门说过。总结下就是20年判的那是罪有应得，甚至有很多网友都觉得判得太轻了。他在赤柱监狱里踩缝机的日子还长着呢，估计这辈子反而出不来了。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审判，更是给所有的反中乱港势力敲响了警钟。但是这个事儿刚过没几个小时，那帮英国人坐不住了，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火急火燎的跳出来宣布，我们要扩大 BNO 签证的申请门槛，我们要给香港人留后路。那一刻我看着新闻真想给英国绅士们送面锦旗，上面写着4个大字儿：国际保洁。咱们得好好扒一扒英国这次操作背后的阴损心思。你看这个时间点选的呢，那是相当微妙。这黎智英刚判刑，英国的新政就发出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稿子早都写好了，他们早就知道黎智英肯定跑不了了，早就把这套 BNO 扩招的方案压在抽屉里，就等着审判这刻拿出来，想恶心一下中国，想在这个舆论场上找一点场子。但是他们这招回马枪打的是真不高明，反而让咱们看清他们的吃相有多难看，多虚伪。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在前不久，英国首相斯塔默可是刚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满脸堆笑又是签大单又是要合作的，还拿咱们减税5%的大红包。当时他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那是满嘴的中英友好，合作共赢，重启黄金时代。结果呢，饭刚吃完，这嘴还没擦干净，转头回到伦敦立马就翻脸。刚从中国这边拿了好处转头就拿 BNO 这个事儿来捅中国的刀子。英国这帮政客现在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呢，他们国内的经济一团糟离不开中国的市场，离不开中国的钱，所以得舔着脸来求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脑子里那个日不落帝国的幽灵还不散，总觉得自己呢是香港的太上皇，总想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的显示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影响力。于是呢，就出现了这种极度扭曲的画面一边伸手要钱，一边伸手打脸。只不过这个巴掌打过来，咱们还没有觉得疼，他们自己的手倒是先肿了。那咱们换个角度想，这英国人这么折腾，对于香港来说真的是坏事吗？我觉得未必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咱们得感谢英国政府的大义凛然感谢他们的接盘侠精神。他们专门针对那些1997年回归时未满18岁的年轻人。这以前这个 BNO 都是给那些老一代的，现在是只要这个父母有这个 BNO，你自己就能申请，还能带老婆孩子。这英国人的算法打的是精他们想把这个香港的年轻劳动力给忽悠走，想把这个香港给搞空，想抽干香港的血。但是在咱们看来这恰恰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是香港社会的一次深度排毒。你想想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想润去英国的，那都是些什么人这大概率就是那些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对特区政府不满，甚至是在当年的黑暴期间脑子被洗坏的黄丝。你说这帮人留在香港干嘛呢？他们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那整天是充满了负能量政府搞建设他们反对，这政府搞防疫他们捣乱，政府搞经济他们唱衰，他们就像是房间里的不安定因素是社会的负资产。
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吃着香港的饭，砸着香港的锅。现在好了啊，这个英国人啊，大手一挥，来来来，我们都收了啊！不管你有才没才，只要你恨中国，我都收。哎呦喂，这简直是精准排雷啊！把这些心不在焉、整天想着搞破坏的人送走，那香港剩下的那都是踏实过日子、真心爱国爱港、愿意为这块土地奋斗的人了。这个社会风气，哎，不就一下子清朗了吗？这个凝聚力不就一下子起来了吗？这就好比吧，家里面大扫除，你自己扫呢还费劲儿，还得分类。现在啊，隔壁那个所谓的贵族老王主动跑过来说啊，哎，把你家不用的废品啊都给我吧，我全要了。你说咱是不是得说声谢谢？是不是得给人家放挂鞭炮欢送一下？走吧，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越干净越好。香港不需要这帮只会抱怨不会建设的巨婴，那香港呢，需要的是建设者，不是破坏者。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迷糊了，诶，不对呀，前几个月英国不是刚喊着要关门吗？要收紧移民，还把这个签证费涨上天了吗？怎么这会儿又变脸要扩招了？嘿，这就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前阵子收紧啊，是因为这个英国老百姓闹事儿啊，嫌这个移民抢饭碗，政府为了选票不得不装样子卡人。现在突然放宽，是因为他们发现脏活累活真没人干了呀。英国的农场缺摘菜的，养老院缺伺候的，本地大爷不肯干，还得指望这帮香港人去填坑。再加上黎智英判了呀，英国政府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演个戏，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又恶心了咱们一把。这哪是发善心哦，这分明是把香港人啊当成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贴。哎，在他们的眼里啊，这哪是移民啊，这分明是自带干粮、自带积蓄的优质血包啊！英国政府预计啊，未来5年啊，大概能会有2.6万的人过去。哎，你可别小看这点人啊！首先吧，这帮人去英国，他得带钱吧，在香港卖了房，带个几百万、上千万过去，这对这个外汇紧缺的英国来说，那得是多大的补血啊！其次啊，各种费用，什么签证费、医疗附加费，那是一年比一年贵。哎，你还没有享受到英国的福利呢，先得给英国的财政交一笔入场费。最重要的是啊，劳动力，这些人去英国能干嘛？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啊说过太多的真实案例了，听着都让人心酸。在这个香港呢，你是白领，是经理，是受人尊重的老师、医生，但是到了英国，这本 BNO 护照能给你换来体面工作吗？不能。英国承认你的学历吗？不承认啊。英国认可你的资历吗？不认可呀。很多港人啊，到了那边啊，为了生存，只能去端盘子，只能去送外卖，去这个超市理货，这就叫阶层跌落，甚至是断崖式坠落呀。这英国人心里是门儿清的啊。哎，我们要的是那种能干活的骡子，要的是那种能填坑的韭菜，不是来请大爷的。他们把这个申请门槛放宽啊，就是为了不仅要收割这帮人的钱，还要榨干他们的劳动力，把他们从这个中产阶级直接打压成社会底层的劳工。这哪是移民啊，这分明就是去英国搞精神扶贫啊，拿着香港中产几辈子积攒的积蓄啊，去填补英国财政的窟窿，拿着香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去给这个英国人当保姆、当苦力。这招吸星大法啊，英国人玩的真溜啊！哎，更可笑的是啊，那最近网上流传着很多这个回流的声音，那有些去了2、3年的港人啊，这个钱花光了，苦也吃够了，梦也醒了，开始在网上哭诉，英国不是天堂，我想回家，这里的冬天太冷了，这里人太冷漠了，这里的税太高了。哎呦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当初你们骂香港骂内地的时候，哎，那股子劲头哪儿去了呀？当初你们举着英国国旗啊，喊着要归英的时候，那股子骄傲哪儿去了？那对于这种闹剧啊，咱们中国的态度啊，那是相当霸气，也是相当有远见的。早在2025年，咱们就已经宣布了，不再承认 BNO 护照是有效证件，这就是第一记耳光啊，扇的英国人是眼冒金星。哎，你英国不是发护照吗？行，发吧，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在我中国这儿啊，在香港特区这儿，那就是张废纸。你想拿这个护照出入境，没门儿。你想在香港用这个身份办业务，不好好使。
这实际上就是把选择权啊扔给那些想跑的人，想走可以啊，走了就别想两头通吃，这就是断了他们骑墙的念想。所以吧，我看这个事儿咱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把这个香港的人口结构啊好好的优化一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咱们要大度一点，要开放一点那些愿意去英国呼吸什么自由但昂贵的空气的，他愿意去伦敦地铁体验惊险刺激的，咱们欢送啊，甚至可以给他们搞个欢送仪式，敲锣打鼓的送他们上飞机。但是有一点得说清楚开了工就没有回头箭，别到时候钱花光了，在那边受了气，被歧视了，哎呦哭着喊着要回香港用医保，要回来领消费券，那对不起门都没有。最后我想对英国政府说一句，你这招废品回收玩的挺溜啊，既恶心了中国，又拾回了自己，还顺便帮香港净化了环境，真是一举三得只不过那些被你们忽悠过去的耗材当他们在寒风中送外卖的时候，当他们在地下室里瑟瑟发抖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深夜里想起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心里骂你们8辈祖宗。这场闹剧吧，咱们就当个笑话看，看这个英国人怎么把自己给作死，看那些润出去的人怎么悔青了肠子。那至于香港清理这些杂音，清理这些垃圾，只会发展的更好、更稳、更繁荣。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那对于英国这个废品回收计划，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